就在几周前，一项关于吉萨金字塔的发现突然引发巨大争议。研究人员在最新的雷达扫描中声称，在卡夫拉金字塔地下发现了一些异常结构，包括螺旋状通道和巨大的垂直竖井。这些结构甚至可能一直延伸到地下数百米。如果这些数据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在金字塔下面可能还隐藏着一个规模巨大的地下结构系统。事实上，这项发现其实源自一项在2025年公布的研究。当时研究团队通过卫星雷达扫描对吉萨金字塔群进行了地下探测。扫描结果显示，在厚厚的埃及沙层之下，似乎存在规则排列的巨大空间结构，看起来并不像自然形成的地质裂缝，更像是某种经过设计的建筑。不过，这一发现很快引发了激烈争议。许多主流考古学家表示，这些所谓的地下结构很可能只是雷达扫描产生的异常信号。目前并没有真正的考古证据能够证明金字塔地下存在这样的建筑。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如果这些结构真的存在，那么在这些已经矗立了几千年的金字塔之下，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最新的雷达扫描结果甚至声称，在卡夫拉金字塔地下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地下结构网络。研究人员表示，这并不是简单的空洞，而是一套结构复杂的地下系统，里面可能包括对称排列的空间、巨大的通道以及精心设计的地下结构。这种复杂程度立刻引发了巨大的疑问，这些结构究竟是谁建造的？如果它们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隐藏在金字塔之下，从未被发现？甚至有人开始猜测，这些地下空间会不会来自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古代文明？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另一支来自日本的研究团队在吉萨西侧墓地附近也发现了新的异常结构。他们使用地面穿透雷达和电阻率探测技术，在沙层下约2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明显被刻意隐藏的 L 型结构。而在这个结构下面，研究人员又探测到一个更加神秘的空间，一个几乎完美的方形空腔位于地下5到10米之间。这个空间的形状非常规则，看起来不像自然形成。于是一个更大胆的问题出现了，这会不会是某种入口，或者通向更深地下结构的通道？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些发现背后的意义。有人认为，这些结构如果被证实，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金字塔用途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有声音认为，这些结果还远远谈不上确定。事实上，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很多考古发现在刚被提出的时候都曾被主流学界否认，比如土耳其的戈贝克利什镇和卡拉汉特佩遗址。当年这些遗址刚被发现时，也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结构，但如今它们已经被公认为改变史前文明认知的重要发现，所以问题就变得更加耐人寻味。这一次，吉萨地下的这些异常结构到底只是一次技术误判，还是又一个即将被证实的重大考古发现？有人认为这只是科学界正常的谨慎态度，但也有人怀疑一些机构或权威人物是否并不希望这些可能改变历史认知的发现被过度关注。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点似乎越来越清楚，如果吉萨地下真的存在这些结构，那么关于金字塔的故事可能远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就从2025年3月的那次雷达探测开始说起。想象一下，你正站在这些古老的金字塔前，头顶是灼热的沙漠阳光，而脚下是几千年来从未真正被看清的地下世界。就在扫描进行的过程中，雷达屏幕突然亮了起来，卡夫拉金字塔下方出现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异常结构。这正是2025年3月发生的事情。当时卡罗马兰加教授和他的团队公布了一项详细的地面穿透雷达探测结果，消息一出来，很快就被国际媒体迅速放大，焦点集中在卡夫拉金字塔附近地下深处发现的4个螺旋状结构上。这些螺旋结构一出现，就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的来源是什么？用途又是什么？是自然形成的岩层结构，还是人类有意建造出来的？雷达数据显示，这些结构一路向下延伸，像螺旋一样深入高原地下，它们排列得非常规整，形状也极不寻常。这立刻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东西究竟是地质异常，还是古代工程留下的痕迹？除了这些螺旋结构之外，雷达数据里还出现了另一类异常信号，疑似地下水道或者地下通道。这些与水有关的异常现象让一些研究者开始联想到更高级的古代工程系统。会不会很久以前，
这里的人就已经设计出了一套管理地下水的系统。虽然这些发现当时还只是初步推测，但他们已经打开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可能性：吉萨地下或许真的存在某种被刻意建造的地下空间，而金字塔地下可能藏着隐秘水系统。这个想法也迅速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毕竟古埃及本来就以复杂的水利管理闻名，如果这些地下水道最终被证实存在，那将彻底改变我们对金字塔建造方式，甚至对金字塔用途本身的理解。但消息一出，质疑也立刻来了。很多知名埃及学家和考古专家，尤其是扎西哈瓦斯，很快就公开表示反对。他直接说，这不是真的，根本不是真的，甚至还更进一步地指责对方是在误导公众。在争论中，有人质问，如果这些团队用的也是科学技术，而且他们确实探测到了某些异常，为什么要完全否定他们？但反对者的回答也很直接，因为按他们的说法，这种技术根本不可能看到几公里深的地下结构。哈瓦斯甚至表示，很多参与正规金字塔扫描项目的科学家都认为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于是真正的争议点也就浮现出来了。问题不只是地下到底有什么，而是现有技术到底能不能看到这些东西。如果不能，那这些图像就是误判；但如果能，那吉萨地下可能真的藏着一个足以改写历史的秘密。许多主流考古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怀疑，他们认为雷达扫描中出现的螺旋图案很可能只是岩层结构的自然形态，甚至可能是雷达设备产生的误差。专家们提醒公众，在过去的研究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雷达异常现象，而最终在更详细的调查之后，大多数都被证明只是自然地质结构。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在最初提出时也曾遭到怀疑。例如图坦卡蒙陵墓刚被发现的时候，很多学者并不相信；死海古卷刚出现时，主流学界同样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次吉萨地下的雷达异常也可能只是又一次被过早否定的发现。面对这些质疑，提出研究的团队并没有退缩。马兰加教授的团队表示，他们使用的是高分辨率雷达技术，数据中清楚显示出这些螺旋结构和地下空腔。他们强调，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更深入、更谨慎的探测和研究。事实上，2025年3月公布的那次雷达扫描本身也只是初步结果。当时这些发现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卡夫拉金字塔地下的这些螺旋结构到底是人为建造的，还是某种罕见的自然地质现象？这些雷达异常是否意味着古代存在地下水系统，或者隐藏着其他未知结构？在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答案。然而，研究人员很快意识到，这些初步发现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几个月之后，更加惊人的数据再次出现。2025年6月，在炎热的吉萨高原上，马兰加教授、菲利波·比奥尼以及他们的研究团队再次公布了一次新的雷达扫描结果。这一次，他们声称在卡夫拉金字塔地下发现了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地下结构系统，其中包括巨大的空间、复杂的隧道网络以及疑似螺旋楼梯的结构，一直向地下深处延伸。与之前相比，这次公布的雷达图像更加清晰，细节也更加丰富。数据显示，地下似乎存在巨大的竖井结构、宽阔的空间、相互连接的走廊以及向下延伸的阶梯系统。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结构的深度可能达到约640米，大约相当于埃菲尔铁塔高度的2倍。雷达图像中呈现出的结构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排列非常对称，看起来更像是经过设计的地下建筑，而不是自然形成的空洞。研究团队还指出，其中一些地下空间的规模非常惊人，直径甚至接近80米，几乎相当于一座大型建筑或者奥运游泳馆的大小。而这些空间之间还通过通道和螺旋阶梯相互连接，从整体布局来看，更像是一套完整规划的地下系统。这种复杂程度也让一些研究者开始怀疑，这些结构很可能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地质现象。这些地下结构的布局非常清晰，规划严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一个判断，它们很可能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地质空洞，而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建造的地下系统。当马兰加团队公布这些研究结果时，这项发现很快引起了全球媒体、考古学界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者都表示，如果这些发现最终被证实，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目前所理解的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细节
是雷达图像中明显出现的螺旋楼梯结构。这些楼梯一直向地下深处延伸，这样的结构暗示着一种高度复杂的工程技术，而这种技术水平远远超出了主流埃及学界通常认为古埃及人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能力。不过，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很快也引发了新的争议。尽管雷达数据显示出非常清晰的地下结构，一些主流埃及学家仍然保持怀疑态度。其中最为知名的批评者依然是扎西·哈瓦斯，他和其他一些考古学家公开表示，这些2025年6月公布的新发现很可能被夸大了，或者根本没有经过足够验证。他们认为这些雷达图像很可能只是自然地质结构，或者是对数据的误读。然而，马兰加团队则表示，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扫描，他们进行了多次雷达探测，并使用不同类型的设备反复验证数据，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整个研究过程都是公开、严谨并且符合科学方法的。尽管如此，一些主流考古学家依然迅速试图淡化甚至否认这些发现的意义。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学者会如此迅速地否定这些结果，而不是进一步展开调查？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马兰加